第6期的舞台精彩纷呈，音乐人们不仅从各自的舒适圈大胆走出，挑战了多元音乐风格，更引发多个全网讨论的话题。这首歌在我看非常差。我觉得棱角其实不是拿来只是伤害人的。小善唱这个风格的时候，你会说他像我吗？他比你火呀。你这不就是有点欺负人了吗？本周大舞台精彩继续，我们将一同见证全新的高能合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音乐人陈卓璇、助阵嘉宾周笔畅带来新歌《That's Right》。这是跟卓璇对唱，我比较多的，然后是和声的部分嘛。在和的时候，它也是要互相有交流的，让观众然后去感受到不一样的情绪吧。我们两个就是2种不同类型的女生嘛，但我们都是在表达着同样的情感。我觉得我每一期都是想拿第1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不在乎你过去和现在，你是否会出现在我未来？也许会在难的时候离开。Alright， 为了你我会把所有抛开，不想看到别人把你宠坏，迷茫时想要你全部的爱，你才是我人生的精彩。不管去哪里我都会在，是难过的梦里还是总提起那片海，无论我们是有明天还是会有意外前来，请相信我是唯一值得的依赖。我是真的很想让你为我披上婚纱，豪赌一场你会永远爱我的筹码，2个孤独的灵魂在此刻慢慢放大，成了彼此世界的牵挂。Tonight， 我会给你全部的爱，无论去哪我都会在，世界是最冲撞的告白。Sometimes， 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哄的时候我才最乖，想要在你身边永不离开。That's right。拿起你心爱的笔，写一首亲爱的你，反过来问我自己，放不下也拿不起，我心里冷冷清清，不能够在一起的星星，夜里的风起冷冰冰，总是让人敏感心情。回忆是最苦涩的口味，只有品尝后才懂，为何不自觉的皱眉，淋了雨的思念太重。Tonight， 我会给你全部的爱，无论去哪我都会在，时间是最长久的告白。Sometimes， 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哄的时候我才最乖，想要在你身边永不离开。That's right。And that's right。非常棒的一次合作呈现啊！如果你喜欢这首歌，记得按下1号键。来，各位选择开始。选择时间到，这属于你们的第1次合作吧？是。对，这首歌据说是比比一眼就选中的，对吧？是。什么就那么直接的抓住了你呢？高音啊，哦，就是我不行的高音的部分。
是有卓璇，然后所以就很放心，对啊，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就说2个人，然后可以负责自己擅长的部分就好，对，小白喜欢这首歌不？非常喜欢，卓璇还是唱的那么的好，依旧那么好。然后比比老师还是那么的顶，那么的顶，我觉得这个舞台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非常完美，那就交给他们挑剔吧。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一个一个字儿挑的，就是确实是挑不出什么毛病，而且我觉得这个歌。他创作的非常巧妙。刚才我一直在跟天宇老师去聊这个问题，他用了音乐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符号，就是 tonight 这个字的这2个音，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个特别熟的东西，就暮色回响。就这个小的动机就能看出来，创作者是很聪明的，是有经验的。所以卓璇，我觉得这歌是能火的。刚刚听到那好高啊！我说这不是折磨嗓子吗？这歌太高了，我很明显的我能够看这个歌词，我看完之后，然后再听完你们的现场之后，我认为它就是一首非常明确的为市场打造的歌曲，所以我投了票。谢谢老师。你们这首歌的2重唱来说是无可挑剔的，还有李碧的这件衣服。很好看，谢谢。我很想知道怎么能够得到这件衣服，因为好像也是很适合我的一种风格的东西。一会儿换下来给你，可以吗 ？OK。老师，我的不好看吗？好像也可以是我的 OK， 啊，今天我花销要大了，OK， 好的，2个都要，照单全收。那就来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这首歌最终获得的共鸣值是299。哦，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是音乐人白安，助阵嘉宾吴克群带来新歌《卧室音乐》。我那时候因为我知道要跟克群哥合作的时候，然后节目组就请我发了一些歌过去给你听，然后我一直在猜你会选哪一首，结果我都猜错了，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是卧室音乐。因为我听的时候，我其实最喜欢这首歌。我很喜欢里面写的就是没有条框才是条框。我在看歌词的时候，我一直想到很多创作人，然后会遇到，例如别人要给你什么样的期待、限制，一些期待就变成条框了，就把你框住了。对，这首歌是关于我写给我自己的一首歌，因为世界总是有很多声音，然后现在又是互联网，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对谁的期待也好，我就写了这句歌词，就是世界在摇晃，都无法动摇我心房，最重要的还是先稳住自己的心。我很开心会是有一个男女对唱的版本。我觉得这是很酷的，有点像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房间或我的家，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走进来了，然后来到我的卧室，给了一些很有趣的小惊喜在这首歌里面。希望听我的歌可以让你感觉到自在、开心，在那一刻可以不要有那么多的负担。上门和窗，脱掉外套，佯装伪装，瘫在沙发床，微波冷汤，
却在摇晃，都无法动摇我心房，让音乐回放美丽时光。就让孤单终结孤单，就让遗憾化解遗憾，就让忧伤融化忧伤，简简单单。就让阳光成为阳光，就把心脏还给心脏，就让感觉成为方向，活得坦荡。关上门合唱，放任自由膨胀生长，没什么条框，就是条框。世界在扩张，跟着欲望流动形状，让旋律解放美丽时光。就让孤单终结孤单，就让遗憾化解遗憾，就让忧伤融化忧伤，简简单单。就让阳光成为阳光，就把心脏还给心脏，就让感觉成为方向，活得坦荡。谢谢你为我画的条条框框，春天关心我过得怎样，我和你想象又能怎样，至少这辈子过得坦荡。管他们怎么讲，我不会再说谎。就让阳光成为阳光，就把心脏还给心脏，就让感觉成为方向，活得坦荡。谢谢你为我画的条条框框，春天关心我过得怎样，至少这辈子过得坦荡。喜欢这首歌，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选择时间到啊！来聊聊这首歌，歌名我觉得很有意思，写了首歌叫《卧室音乐》，画了一幅画叫《泼墨山水》，拍了本电影叫《公路电影》，就有这种感觉，知道吧？说说这首歌的来由。卧室音乐，我觉得我想要特别写给自己的歌，就很多时候我想要回到初心，我想象我刚开始写歌的时候，那种非常自由自在、没有条框的那样子的我。就白安回忆了自己可能刚成为音乐人时候的一个状态啊。你成为一名音乐人，据说这个经历是比较传奇的，是某种机缘巧合下突然被李宗盛大哥给发掘出来的，是这样吗？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开始把很多我的一些歌丢到网络上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就去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刚好就有被听见。白安呀，唱歌不错，就这样。没有，他没有这样说。对。但你在音乐里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舒适的这样的空间和创作的方式，就像你说的，我躺在卧室的沙发上。克群哥，你有这样的私密创作空间吗？我写歌喜欢洗澡，啊，就是冲淋浴的时候，淋浴的时候，因为水碰到你的背，然后就会碰到你很多毛孔细胞，你就会有很多的很放松，然后很多想法。对，赶紧记在浴室的玻璃门上。没有，我就马上冲出去拿手机，然后把它录下来。冲出去啊？其实也没有多出去，就是啪，然后就这样拿手机，然后看，然后
得出来。将军令或者是其他的歌很多都是这么来的啊。海豚有什么秘密武器吗？创作上？创作空间倒没有，创作神器倒有。最近来说，其实我们的神器其实来源于元儿哥。元儿哥是你们的创作神器。我觉得你们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小考画面重现啊！一会儿我检查一下你撕的是谁的歌词。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太惨了，含泪撕掉自己的歌词。态度虽然有，但是这个状态还是比较怂的，对吧？回去再练习一下，刚才很紧张。啊，好。行业团各位老师说说对这首这个歌的感受。我想问一下白安啊，就是你这首歌，是为了取悦自己吗？对，是我写给我自己的歌，但是我不敢说是取悦。在这首歌里，我找到一个方式，重新面对自己的初心，然后我允许至少在这一首歌的时候，我成为我自己。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是它的，尤其是它的副歌，我只听到了2个音，基本上大致只有2个音吧。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所以呢？就是你不知道你接触过 AI 音乐没有？你把这段歌词放进去，然后告诉他你的想法。我想做一个关于我睡前的一个音乐，我认为他可能做的比你好。没有问题，我允许你有你的观点，但是我也允许我有我自己的感受。但是我歌词里面有写到一句话，就是简简单单。其实我在这首歌里，我也不想用太复杂的歌词内容去讲这件事情。谢谢你的想法，但我还是会尊重我的感受。哎，老师，我也想请问一下您啊，刚才那首歌您觉得太难唱，记不住。这个火不了，太难唱了。这首歌你能记住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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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很上脑啊！按您的标准，这应该是一首非常棒的、一定能火的歌。我也记不住。哎，我今天下午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天宇老师一起来探讨未来的音乐、未来的创作的方式和走向。恐怕 AI 作曲会取代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很多的创作人的工作，而演唱一首 AI 创作的一个好作品，也没有任何 shameful 的羞耻的事情，因为好东西就是好东西。OK。我说一些我的感受吧。我没投票，首先第一，其实白安，我特别欣赏你的创作，所有音乐人的所有歌，我只听全了2个人的，一个是欢子的，一个是你的。我在你的音乐里面是看到你这些年的成长，包括你在音乐里面那种拧巴，对，那种矛盾，其实是你前些年创作的动力，它是一种特别强的无奈。是。可能在这一刻你把它解开了。啊。这是一首非常契合你的作品，我懂你在唱什么。我听过你的作品，我知道你以前有多拧巴，这首歌可能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在卧室里的那个状态，你可能跟我过着差不多的生活，一个人一个猫。我有3只猫。我有4只，我比你多。好。对，对，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特别理解你能够写这样的歌，这个是我的看法。就包括，其实刚才天宇所说的这些东西，当一个歌可能一个人没有一个人4只猫或者3只猫的状态下，这个东西就会让人觉得自嗨。但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说说，其实你刚才听白安在
讲自己的创作，讲一首歌跟他的关系。我觉得创作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有些时候像白安这样的创作者，真的是把自己的就是抛心抛肺的东西、痛苦写给大家看。所以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如果我跟白安是很好的朋友，你会为我开心吧？我会为你开心。谢谢。但是其实评论有些时候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你要在人情和音乐中去做一个平衡。这个歌确实它结构非常简单，它在这种结构简单的旋律里，这四个字的这种口号性的东西，确实在今天比较难火。也就是白安自己想要的东西很个人，这个感觉未必能够打动其他人。我觉得这首歌跟这个舞台不适配。两位老师，我最后我讲一下，因为这是我的锅，因为这首歌是我选的，是这一首最打动我。我其实当时不知道它的背景，我只是听，所以其实有时候哪怕你不知道，你会经过音乐能够听懂它的那种想要自己为自己感到快乐。我觉得一种音乐、一种创作就是一种活法。有时候你们的话会搅乱了所有创作人的活法。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定义对方的活法是太难了，不行；太简单，不行。如果唱得好了，像谁？如果做的在以前的时代就不是现在。难得有一个音乐在做自己，可是却你没有给他机会，让他被听见，就说做自己不适合舞台。那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K 哥，我想这么说，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的大，有的小。任何一个音乐人，如果因为这些声音搅乱了他们的活法，不要怪这些声音，想想他们自己。你的声音现在已经很大了，你看大家都为你写歌了。哎，那我这个搅乱大家活法好像还不错哈。对，就是我很喜欢乐评人的，但是呢，变成锤子之后啊，会把大家越锤越矮的，就是这样。哎，好，希望大家不要被我锤矮啊。好，来看一下这首歌曲最终获得的共鸣值是189共鸣值。以我心声，见我心声。接下来为大家宣布有歌第2季第3次大考舞台共鸣值排行榜情况。经过前3场的舞台表演，目前各位音乐人累计音符的情况是欢迎大家来到有歌第2季，欢迎一下本期的2位助阵嘉宾萧敬腾，欢迎尚雯婕。这一期呢，我们会有4位新生音乐人加入到节目当中来，2作为一组来进行考核，在2位当中选择1位给出代表守护的 S 卡，最终获得 S 卡的新生音乐人会当场拥有选择合作舞台匹配的权利。那接下来马上就开始进入这一轮的小考考核。首先有请第1位新生音乐人庄心妍。老师们，大家好，我是苦情歌女歌手庄心妍。庄心妍，认识她吗？我心妍老师，心妍妹妹，这是我我人生的第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音综舞台，所以有点紧张。然后我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以前听过我歌的朋友认识我现在这个人，跟我匹配上。再见，只是陌生人，送给你们。还有很多代表作呢。爱过你，就当你是错的人。有些错我们都要负责任。是否我爱了
不该爱的人，其实我想要的并不过分。爱过你，至少我坦诚承认，有些错我们不用去争论。也许我错过幸福的时分，这座城多了个伤心的人。我们爱的难舍难分，爱的奋不顾身，为何再见只是陌生人？哦，那这下听夜来的无声，我的心好冷，那绝望比分手更伤人。我们爱的难舍难分，爱的奋不顾身，爱到最后同样不可能。你走的无痕，我的心好疼，该拿什么与眼泪抗衡？谢谢。这歌我应该以前很喜欢啊，谢谢。对，就是副歌那2句完全熟悉。哦，对你唱第1句，我就会唱后边的，所以我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你唱的。所以你也是第一次，就是也听过我的歌，但是也是第一次见到我的人，是吗？对，我有点明白你刚才说的那个意思了。对，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欣妍别紧张啊，涛哥这个坏笑，你嘴角已经压不住了哈。你这个太欲擒故纵了，别紧张啊！别紧张，别紧张啊！听我说说哈。老师，我经常有看你的那个在视频上，其实我紧张的很大一部分也有你的原因。对，下回我钻在桌子底下跟你聊天。我其实想听一下，就是你自己能不能感觉到自己的困境是什么？我最大的困境就是我的歌其实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呢，并不能把我的歌跟我的人所匹配到。你自己分析过为什么吗？我觉得就是我上综艺太少了，缺少咱们有个这么大的这个舞台来展示自己，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问题。我并不觉得少上综艺是你今天不被大家认知的唯一的原因，更重要的东西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自己的音乐道路和你自己的追求在哪儿？老师，你可能没有听过我其他的歌，我这些年一直有在出歌。你还真别说我没听，我甚至刚听了那首《失信人》，2025年发的歌，这是对你来说很近的歌了。但是我觉得唱的这些所有的歌，在我来看都是活儿。任何一个歌手真的需要立住，他是需要一段一段的时间有总结性的对音乐的投入，你才能立住。你认为你在前进，但是这个前进是一定要跟速度相关的。如果你的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平均速度，那你就是在后退。那老师，你觉得什么样的速度才算够呢？应该做些什么？你做直播吗？做过，但是我发现我不太合适。就是我觉得直播它是需要有节目、有环节去跟人家调侃啊、互动啊这种。我觉得就是我只想安安静静唱歌。当你的演艺事业遭到一个我们叫瓶颈，尝试新的渠道这件事情，不是你适合不适合了，可能是像你当时学唱歌一样，这是你必须攻克的一个业务。可是老师，我不认同说瓶颈，因为之所以我一直坚持音乐，我才有机会可以撑到现在，然后来到有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没有被大家忘记。你如果认为你可以这么温水煮青蛙的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每年的中国的 S 级音综可能只有2到3个，那你今天来到有个这么大的舞台，那很好，下一个你还能赶上吗？
每年的中国的 S 级音综可能只有2到3个。那你今天来到有个这么大的舞台，那很好，下一个你还能赶上吗？能。如果赶不上呢？我一定要赶上，因为有歌我都如果赶不上呢？不会赶不上的。我告诉你，这不是赌博。我们都希望你能赶上，但是舞台就那么多歌，有那么多歌手比你年轻的，比你唱得好的，比你有话题的，所以不是你能上多少综艺的问题，而是除了综艺以外，你能在多少个渠道真正的往前走的问题。多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然后把自己所谓的我只是踏踏实实唱歌这种思维模式打破。他的表达永远都是让别人干说出来的自己不擅长的事儿。老师，我觉得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因为你最近热度很高，你又说了这么多话，我觉得我应该粉丝也会涨一点的。在没听到这首歌之前，就是这个歌跟你的人是连不起来的。我们俗话说的歌红人不红嘛。对。那相信这也是你想要去找突破的一个痛点。但我想告诉你的一点就是，其实你的所谓的这个痛点，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个很好的基础了。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10个人里面可能有8个人听过你刚才那首歌，但是10个人里面可能只有2个人听过我的歌。我一直非常羡慕能有歌曲已经被大家熟知的这一类歌手。我觉得你的困境到现在啊，不是因为歌红人就会不红，只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它比过往要更加的追求个性化。那现在呢，进入个全民自媒体时代，看上去成为歌手做音乐这件事情的门槛降低了，其实门槛变高了。为什么？以前因为是垄断时代，我们的竞争对手就这几个人能数出来的，现在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几百万个。对，这个难度是指数级的增长。我是这么理解梁老师的建议，他不是要让你去做不擅长的事情，就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得坐下来，或者自己静下来分析一下自己整个人里面的特点，就是记忆点这个事情。因为我刚出道的时候，我07、08年也在唱情歌，我那个时候也面临过，我觉得像你这样的问题。我那个时候也有很长一个阶段在思考，我能被人记住的点是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了，哦，你真的得动脑子。现在这个时代，你在几岁被人发现，其实都不晚。不管是用自媒体、什么媒体，用什么方法去挖掘那个点，这能真正的帮到你自己。也许那个事情跟唱歌都没关系，都可以。是正向的，正向的。那肯定，那肯定，对。我关照一句。哎呦，一定是，一定是。对，文杰一顿话唠哭了，你看看哪句话戳到你了？会不会是这一句？刚才那个梁老师说的，年纪不小了，有那么多歌手比你年轻的。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 crucial。翻译。哦，这是很残忍，很残忍，很残忍啊！我不是白小白，我能听懂。这么远也能 Q 着我。这个女孩子啊，不要去评论人家的年纪，梁老师，真的，你这个，我说你什么好呢？不是因为这个掉眼泪的吧？不是，我刚刚忍不住，是因为尚雯婕老师，因为他是从一个歌手的角度去帮我讲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很温暖啊。对，很温暖，很温暖。你那个不用这么激动，我觉得我们这儿是没有人真的是为了伤害你去的。因为我看过你之前的节目，我觉得很害怕。我在家里看的时候，我已经在发抖了。我心想，我站在台上，我得怎么办？我得哭。所以这一期放出来，你只能看到梁安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年纪不小了，是不是？对，大概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对。导演组应该不会剪说你把我骂哭吧？对，反正以后放心，一定会了。梁元又把人骂哭了。好，欣妍稍事休息一下啊。谢谢。哎，拿个纸巾吧，拿个纸巾，谁有纸巾？对，待会儿睫毛掉了。赶紧擦一下，拿纸巾擦一下，妆都哭花。她好贴心，就像贴心的一个大姐姐，然后特别照顾我。
接下来马上有请第2位音乐人马建涛。老师们下午好，我叫马建涛，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叫《搀扶》。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别哭，因为要我把你收。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在相守。他咬字的是很有自己特色。多年前我牵了你的手，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下雨了，我为你撑伞；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一转眼，走过了许多年，我的脸布满了沧桑，你的眼被皱纹写满，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搀扶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今生我们还没爱过，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别哭，因为要我把你收。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在相守。谢谢，谢谢老师。那个可能你看到我特别紧张，开口也特别紧张，以为我会说我不认识你。那事实上呢，这个我还听过这首歌。谢谢。那你要说人认识，我还真不认识，咱们不能够说假话。是，对，我理解。为什么我会听过这首歌呢？是因为我是在敬老院，我听到这个老人表演节目，从第一次听到《搀扶》这首作品，我觉得它是一首很优美的作品，不管它适合哪一个听众群。谢谢。马老师，其实我觉得就是演唱，我不太想说，因为这歌很有名了，大家也都听过，我也在天赐上说过这首歌。我觉得这个马建涛的歌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它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具人文关怀的一种作品。因为其实在这个时代的，就是你的音乐简历也说了，对吧？老年人的 idol， 对吧？他们这么说的啊。比如说《搀扶》这个歌词啊，今生我们还没爱够，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非常质朴，对吧？这就是给老年人写的歌。我觉得在整个华语乐坛是缺乏这样的人文关怀的作品的，所以你抓住了一个很好的赛道。谢谢。但其实我想说的不仅仅是这个，请讲。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之前，我们要给每一个歌手，我们都要去做调查。做了功课了是吧？对你而言，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叫做抄袭，或者叫洗歌。我第一次听到"洗歌"这个词，他歌很脏吗？什么意思啊？就是洗歌的意思是说你的一半一半，打比方，我听完之后啊，一半一半，我就一半一半，那就上传了，我就上传了，改了一个音。我能理解吗？我懂了，我能理解了。就是所谓说的抄袭。您这个标签从哪儿看的？这个标签我在抖音输入马建涛3个字的时候，联想的第2条或者第3条就是这个。哦，然后
我就找到了一些片段，这个片段大概有15首歌，我觉得够不上喜歌的，我都去掉了。OK， 我只留了几个非常典型的。您说，我觉得你可以来看看。好。哦，人间疾苦。我尝尽了人间的折磨，我受够了不停的奔波。那苍天终不曾改变，留给我寂寞的誓言。愿你好运似浪潮不息，愿你爱人白首不相离。所有花都为你开，所有景物也为了你安排。请你讲一句爱我，敷衍我，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觉得可以了。然后咱们到这儿，咱们接着聊。好。我觉得这个视频可能有点残酷，但是我想说说我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您先说。对，搀扶这首歌，和小李飞刀之间的争端，我看你在网上也发表了言论，对吧？你说你借鉴了这个东西的动机。我觉得我们在音乐创作的时候去撞一些经典歌曲的动机都是很正常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也认为抄袭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是我想谈的是你的创作路径问题。我们说一首歌撞旋律是巧合，但是这么多首歌这么撞，我觉得不是巧合。你认为是我有意而为之，对吧？对，我认为是你有意而为之。而且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把这个歌我们讲变成这样了，但是你还相对安全。什么叫相对安全？相对安全就是没有遭受大量的舆论的攻击。我为什么要遭受舆论的？为什么要被攻击呢？因为在我看，这种创作，在您看我是抄袭是吗？我不说抄袭，抄袭是法律问题。那是什么？就是喜歌。我觉得网友能够做出来这样的东西，它就已经成问题了。您给我放那个对比视频，这个很多都是网友做的，这些视频有一部分我是看过的，有的时候他恶意剪辑。他这一句跟这一句，有时候它的相似度可能连70%都不到，甚至都没有。有的，即便它是这一句一共7个字儿，它完全一模一样的音，这叫抄袭吗？我的问题是一首歌像没问题，那要看这个音乐人的产量，他有多少歌。如果他一辈子只写1首歌，可能就1首；如果他1个月可以写10首歌、30首歌，可能会更多。您说呢？我觉得不是。我们看到很多音乐人，你比如说，可能他10年的音乐生涯、20年的音乐生涯都没有什么音乐去撞别人歌的，除非这个风格很冷门。如果都是流行音乐的话，在座都是做流行音乐的，你告诉我谁不是？所以我要指出的就是你创作的问题。我认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取巧了。这个只不过是网友这么说，您听了网友这么说，然后您才去做的对比，并不是您自己主动来听我的歌，发现这么多问题，您自己来剪辑出来给我看的视频，对不对？您的观点是不是建立在网友之后，对不对？是这样的，当我去做调查的时候，观点也是我调查的一部分。我认为网友说的对，我认可这件事儿，不是我是网友的附庸。你如果看过有歌节目，你就知道，在这个节目的观众里面，如果我们抽出100个网友，98个反对我。但这件事儿，我认为网友们说的没问题。你在依赖这种创作思路，我说的直接点儿，你没抄现在最火的这些艺人，你超过周深，你试试。我怎么觉得梁老师您说又说回去了，又说对这跟这个抄不抄？您没有抄更大的艺人，还是我在抄？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抄打个引号。首先，我觉得你听我说，梁老师，我们把这个抄打个引号，就是沟通嘛。这在我的角度看，就是你没有借鉴更火的艺人，所以这件事儿没有给你带来更大舆论风波。我想在这儿提醒你这件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梁老师。梁老师，不要以你个人的想法来去绑架别人的好不好？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过。我写歌26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瞄着一个葫芦去画一个瓢。那没问题，你可以表示不接受，但是我要说，这是我的工作。
我认为你的创作的很多东西，从我这个层面讲是看起来我认为不道德。我觉得梁老师不能逮谁咬谁啊。我上这个节目是为了把我的歌展现给更多的人去听，能够找一些唱得好的导师可以来教我唱唱歌。马建涛，你道歉，刚才是人身攻击。哦，对不起，我道歉。我没有任何一句攻击你的个人，对不起。其实您说的那个我喜歌，我觉得比说我那个更伤害更大。我们讨论喜歌是业务。好，那继续吧。我觉得这么去做一个歌，我觉得不是一个正路。就是我们现在行业里面经常有一种乱象啊，就是说是喜歌，就是喜歌的话，可能大家都做的不那么张扬，他就一句里面稍微改2个音，但是呢，就是马建涛，您的操作呢，就是不是说每一句去改那么1-2个音，而是说基本上旋律线上的一个类似雷同。这些其实从严格意义上啊，它不能算是抄袭，它绝对不能算是抄袭，不算抄袭，那算喜歌，绝对不能算是抄袭。这一点是就是咱们做的很巧妙的地方啊。您这个夸奖，相当的不好意思啊。我能说2句吗？说吧。我听你们讲话，我真的好紧张我让我慢慢说好不好？因为我怕我说不好，而且我也怕我说的话不对。但我觉得我是对事情啊，不是对人啊，不是对任何人啊。那我刚刚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不太好的是什么？是说2位导师，你们可以直接的判定陶老师说他一定是出于抄袭或者喜歌的方向去创作呢？因为他在创作的过程，你也并不在他身边啊。这样的，就是你刚才听的这首《搀扶》，在互联网上发出来以后，然后很多网友声讨他在抄袭。我们实际上是把互联网上的一种讨论搬到这儿。但是客观的去讲，你刚刚拿出来那些东西，我觉得很粗糙。你说我的作品，你要这样刻意去弄，绝对都弄得出来，都会搞出事情。你觉得是这些东西站不住？我现在讲的是，如果我没有做他的功课，我并不会发现他有抄袭的行为。如果我不去听舆论，我并不会觉得他抄袭。那你觉得我不应该做功课？我觉得你应该做功课，但是大家应该客观一点。就好像你刚刚说的，你来这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如果去掉的话，你能客观的去听他的音乐吗？我能啊，我都听了呀。但我感觉你就是为了要做某些事情，做了好多功课，然后要让全世界审判他的样子啊。那你太误会我了，小高笑，你太误会我了。我觉得他没有误会你。我没有帮先听我说，我没有在帮任何人说话。我觉得这件事是触及到我们的节目的一个核心的点。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所有的点评，是不是建立在剧本之上的？老师，我可没说你有剧本啊。不，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认为这是导演组的任务，我认为这是我工作的任务。我想表达的只有一点，我是希望网友们去决定，社会去决定，法律去决定。我们讲话很严重的。老肖是这样的，音乐批评这个工作呢，就是得承担起这种严重的责任，这就是我的工作。这样吧，这里边有一首歌是欢子的，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在这儿聊，可以。欢子在吗？今天？在那个观察室里面，好，那把欢子叫过来吧，直接喊到现场。对，直接聊吧，我觉得。那这样我们就让导演去喊一下欢子过来，好吧？对。啥？我要去吗？你去吧。真去了。
欢子已经到门口了。哦，那先让欢子进来啊，我们把欢子请到我们的小考间里来。Hello， 各位老师，哎，咋又扯到我啦？就梁老师说，刚刚看了一视频，说建涛的歌跟你的歌存在洗歌的嫌疑，就把你喊过来了。我之前看到这个视频是我演唱会的后台，工作人员就是过来说，哎，欢哥，你这个歌好像被马老师这个抄袭了。其实我并没有多大的反应，哎，我还说了一句，哎，我这个歌好像有一段 rap 的，为什么马老师没有将这个 rap 给抄掉？是一句玩笑话。我相信是玩笑话。对，如果是真正的话，他肯定会去找我。哎，我从来没有找他。其实您在化妆录的那个视频，传到网络上以后，我看到了，我还刻意的去听了一下您这首歌。咱有啥说啥，我觉得还的确有相似之处。这个呢，你要说我是抄袭或者是写歌的话，我觉得我很委屈。首先这首歌之前，欢子老师，我是对天发誓我没有听过。你不用发誓，这太严重了。您当事人在，必须的呀。发誓是最真诚的第一表现。我觉得是这样，好吗，老师啊？有一点，我们作为音乐制作人呢，我们首先一个原则就是说，就像梁老师讲话，就是相似，它有可能会撞，这是在乐坛上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发现，就是你的歌跟很多歌的很像。哟，这个也挺劲爆。哇塞！没有劲。我觉得一个原创音乐人一定要说去写嘛，对，创新嘛，干嘛的嘛。我估计是你们公司是不是为了挣钱，挣快钱？这个已经上升到公司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呢，作为一个音乐人，能不能就是不要去大范围的去旋律跟别人相撞，对不对？对，没错。我是做幕后的，我很少出来唱歌。就是我在编曲的时候，给别人做伴奏的时候，不小心有的时候在某些旋律就会跟别人撞。大家编的经常用的套子都是1、6、4、5各种和弦走向，不小心就会撞。这个存在抄袭吗？它不存在。我看一下表情。我也想看一下表情啊。写歌也一样，我们写的旋律和歌词，如果它和某一首歌在这4句或者是8句，你认为这个算借鉴吗？还是算什么？其实呢，你不断的去强调4小节、8小节，我们做音乐的本身不应该这么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欢子老师这一点说的非常好啊，对不对？对，说的今天我没想到这么刺激啊！第二个就这么刺激，大型修罗场，对，还面对面对峙啊！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因为说实话，好多歌我也没听过，所以我也听不出来什么抄袭不抄袭、洗歌没洗歌的哈。刚才这一轮啊，我把它刚才分成了2类，一类叫事实，一类叫观点。梁老师说你洗歌了，这叫观点，这不是事实。欢老师说你好像洗了，又好像没洗，这也是观点。对吧？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看到的事实是什么？事实上呢，就是很多网友觉得你洗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那个网友为什么觉得你洗了呢？对于每个网友来说，他又是观点。那观点都是主观的，观点不是事实。但梁老师看到了网友的这个事情，基于了这个事情发表了，就起了这么一番，这是个事实了。好有逻辑。造成。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作为音乐人，我们可以不认可观点，我们是否接受事实？也就是存在着且被质疑着。别说可不可接受，这么说吧，我从去年的1月份搀扶刚开始火起来的时候，那么我曾录过一个视频，就是说我的歌可以随便唱，大家随便拿去拍视频随便唱，我不会找你们去收版权费。从这一刻开始一夜之间我多了很多很多的黑粉来质疑我，来攻击我。那马老师，我打断一下啊。你说。一个音乐人以被别人讨论是否抄袭这个事情为流量的焦点，这已经是个事实了。那这个事实，你可否接受？我开始不接受的，直到现在，我做足了很多的勇气，现在还是不接受。因为那段时间，我只要一打开手机就是马建涛抄袭，马建涛不要脸，我的亲朋好友都跟着挨骂，不知不觉我变成一个罪人。我觉得我不应该出名。我如果时间可以倒退的话，我不再写唱这首歌，我默默无闻的去做幕后，挺好的。火了之后是，虽然我的生活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可是
用这样的方式让我换来这些的话，我宁可不要。我还有3个孩子要养。不，马老师不要偏题，我们现在聊的话题跟你的家庭状况没有关系。对不起，说远了啊。说直接点，我觉得你在做一个人设，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聊天方式。就我们在聊业务，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就是接下来我要回答张杰老师的这个问题。我不是要铺垫，而是这个时候我真实的感受和我真实的处境。那时候我也刚刚离婚，我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我写这首歌搀扶，别人都可以搀扶，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爱情圆满到最后，而我自己没有，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生活，在接受网络天天那种舆论批评，我怎么能接受得了呢？不是马老师，您写歌的这个动机，对吧？基于自己的生活，基于这些，您觉得您没有洗歌，没有抄袭，这也是您的个人观点，没错，对吧？对。那网友觉得你洗没洗，也是网友的个人观点，也没错。但是现在既然已经造成了这个后果，其实归根到底，我们说什么和所有人的观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你自己可否接受？首先呢，我可以接受大家对我的质疑这个事实，但我不接受我洗歌的事实，大家认为我洗歌的事实，因为我没有。但确实要改变一个事实很难哈，甚至比改变人的观点更难。的确是，对。这样，我们先谢谢欢子啊，我们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那个观战室当中。谢谢各位老师 ，OK， 我们一起到舞台上吧。接下来，各位老师要内部商议一下，在他们俩当中选择1位，给出一张 S 卡。光天化日，我们在这说怎么选吗？要不我们回避一下？你们商议一下。我们举手吧，投票来。庄心妍的举手。那个建涛。OK 了，可以了。经过我们行业团的内部的合议，决定把这张 S 卡给庄心妍。谢谢，恭喜！心妍想选择哪位？我想选择尚雯婕老师，因为他刚刚一直在给我温暖。我觉得是个好组合，他歌红人不红，对吧？我人红点，歌实在不红，所以可以互相借点火，是吧？互补一下。期待你们主舞台的表现哈。再次谢谢2位。好的，谢谢啊，谢谢。接下来是第3位今天的音乐人，让我们有请小阿七。哎呀妈！嗨，老师们。Hello。我是女孩啊。OK。老师们好。哎呀妈，好紧张啊！紧张。嗨，老师们好，我是小阿七陈悦，很高兴来到有歌这个节目，跟各位老师表达我自己的歌。说实话，我现在很害怕，老怕了。你稍微调整，等你觉得你放松了，咱们再开始，没关系。可以吗？可以，别慌。杨洋老师，他好像有2000多万粉丝。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对。哇，就是又赶上了。那我咋没赶上呢？你这个思考方式不对啊，对。你要觉得能开始。好 ，OK 了。OK。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娜薇图天赐冻龄 CP， 让我们共同见证闪耀时刻。广场上青莲迎白纱，劫罪已不归家，几番风雨才算走遍天涯。倒也罢，愿仗剑纵马，了恩怨不看桃花。那夜色小馆点红蜡，无论春秋冬夏，借两盏薄酒，便敢论天下。梦一刹，醉一场繁华，月无暇，长亭闲暇。几代三巡旧故变真假，是敌是友在分身杀。江湖情长不挂酒，情迷一碗壶下。待风吹红了晚霞，
吹白了长发，一壶温酒入喉，随你浪迹天涯。看那雪月风华，过目飞沙，天地大海有着酒家。待他笑颜如花，笔墨山河如画，金戈铁马皆不敌你灼灼风华。身影恣意潇洒，四海为家，比不过他一缕牵挂，一丝酒家。哎，谢谢老师。哎，不好意思，假发，紧张，有点那个紧张，还是气儿沉不下去啊。听听老师们对你这首《酒家》的点评。好嘞，谢谢老师们。我被你的演唱震撼到了。啊，太好了吧？我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的感染力非常好，我觉得你这种共情能力是一定能影响到你2000万的听众的。其实也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唱歌把自己给唱哭了，没感动观众，先把自己感动了，然后大家才共情到我的歌，就开始。就把自己唱哭了是怎么回事？能跟我说说吗？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一个街头歌手。哦，就真的是在街头唱，真在街头。当时是19年的时候，身边的朋友其实大家都有去参加比赛呀，但是我呢，其实也害怕去参加比赛，所以我说，反正都是唱，不然我从街头开始，我先锻炼一下自己，我自己就真的是自己扛俩音箱就去唱了。那时候我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女孩啊，就因为在网上发了几条视频，然后大家很多人，然后就是从不远万里赶来，什么西藏的、新疆的，坐48个小时的火车的过来看我现场，不是演唱会，不是歌友会，路边就坐在那里过来听我唱歌。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真的感动，觉得我何德何能呢？然后他们就说，觉得我像个小阳光，然后能给他们带来希望。但此之前我唱歌，其实我确实爱哭啊，这事儿就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然后当时就唱这首歌，其实我唱的第一首歌不是那女孩对我说哭的，是勇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双向奔赴是非常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的，然后当时就哭了。来到这个舞台，我会经常问一个问题，就是从你以前的状态，在街边包括直播，到今天，你觉得你没遇到什么困境？其实困境，因为我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我的起点是第一是一个街头艺人，第二是一个主播。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阿七你好像唱的没那么的优秀，但是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我能理解你的困境是大家的评价，那我觉得这个困境今天我们来帮你解决一下，好吧？好。各位专业的歌手老师，你们觉得他唱歌的技术有问题吗？我觉得唱得非常好，就是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歌。其实《酒家》这首歌它也很能代表我自己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我像个侠女一样，扛着我的音箱仗剑走天涯。酒家就从路边唱到了站在老师前面的舞台上，你看闯荡算一小半成功，对不对？对啊，所以说你不是很在乎大家的评价吗？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对评价的焦虑一定要去掉。我经常在舞台上说一句话，叫虚心接受，拒不改正。对，就是他说他的，你说你的。那么多网友可能说你唱的不好，因为你是主播，你是街头艺人。但是今天这些位歌手，他们从专业角度上对你的认可，包括从我的角度，我也确实没有什么可对你唱功进行指摘的。所以，哇，流汗了，早知道不添暖宝宝了。吓到了，真的吓到了，因为我从决定就是要知道我可以有机会来录有歌的时候，我也是没怎么睡好，晚上怎么想的？我说我该怎么说呢？我说我能不能别哭，或者说别把我说哭了。我们这个节目到底是给了音乐人多大的伤害？很大，太大，全是阴影，吓死 PTSD 了。你知道我压力多大吗？我刚刚进来，我觉得这比我上舞台的压力还大。你有想象过会被我们骂的是哪里呢？说实话，就是作为一个网络歌手，有没有什么资格能站上这个舞台？谁说没资格啊？说谁不是网络歌手？
那不，你把我们想象的也太狭隘了吧？对，是我狭隘了。你看有歌这个综艺，我们其实更像是一个音乐成长的真人秀，在这个舞台上会说话也很重要。有很多像你这样的我们说所谓的网络歌手，比如白小白，对吧？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他涨了好几百万粉，他就总是惦记我这个粉丝。哎呀，其实这也是一种音乐人成长的方式。是的，对，所以说音乐是你要抓的，但是不因为你是个网络歌手，你就落下了很多。另外一个，你的唱功已经被大家肯定了，我觉得很好。哇，我被这么多专业歌手肯定唱功吗？英雄不问出处啊。对，我这句话是我想的，老师。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话说完了，不好意思啊，我抢了你的话。我已经想好了这句话，我说英雄不问出处，我要从街头唱到舞台上什么的，就这段词儿我都已经写了一下了，没用上。不，那重新来一下，刚才我说那句话剪掉，你重新说一句。这样，我来。你作为一个网络歌手，有那味儿了。你怎么穿帮了1、2、3，专业好上。别笑场啊！你现在是个演员啊，你要表演这件事儿啊。作为一个网络歌手，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么高的舞台上？英雄不问出处。我觉得这盘过不去了，算了。谢谢各位老师啊！好，谢谢老师。来到大哥身边坐一会儿。好，大哥我来。好，大哥我来了。老师，我坐您旁边吗？坐啊！好嘞。接下来还有今天的第4位，我们的新生音乐人向瑞贤，我们请他来到小考室。Hello， 老师们好。向瑞贤，哎呦，19 years old， 对，那你就19岁。Hello， 大家好，我是向瑞贤，今年19岁。这次是06年女大学生怒闯内娱音综那一天，然后我这次带来的是原创作品《BRD》。浙音的这个大学生，浙音的还没毕业的啊，我居然不知道，我们小师妹啊，对，学妹呗，学妹，想起初次见面，你害羞侧脸，不敢看我双眼，只是把头点点，无止境的聊天，忘记了时间，约好下次地点，你没给我回绝，是不是为了有点悬念，让我再梦一遍？哦，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哦，亲爱的，再靠近，接住我所有情绪。哦，亲爱的，在乎你，藏着一些怪脾气。哦，亲爱的，没关系，好想在一起。谢谢。哇，压力好大，哇，松了一口气，感觉唱完之后。贤贤，看到你的简历上写的是参加选秀无人问，一首原创天下知。是的，在去年4月12号，我参加了一档全女音综的选秀海选，但是我没有被选上。但是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是他们这个节目组的眼光不行，不代表我的能力不行。说得对，太对。然后现在我音综首秀就站在这个有歌上面，我觉得很幸运了。这个歌在短视频上是经常刷到的吗？然后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视频？有一个视频是一个老奶奶跟老爷爷的视频。
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哦，亲爱的，是老奶奶生病，然后她老爷爷在去看她，对，特别心疼的一个表情，然后就配这个BGM， 然后就爆火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视频现在应该有1000多万赞了吧？哇哦，对，我就显现他是比较，就整个从形象到原创到这首歌都是非常大学生的这么一个人，就很像是在校园的一个礼堂里面听你唱这首歌，他非常贴近他这样的学生，让我会觉得非常的感慨，就是很多大家喜欢的作品都是跟以前的标准完全不一样。以前在传统唱片行业的各种标准哈，其实来到这个时代是完全被打破了。现在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全民可以歌唱、可以表现的这么一个时代啊，每一种创作的心态啊、创作的基础都可以被欣赏，都可以被拥戴。我觉得这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你唱完这首歌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19岁人的一个表达啊，所有的都是好的、正向的、美的。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挫折、背叛、危险，多好！而且我不得不感叹，这个时代给了多好的机会和平台，你一首歌就天下知了，真的很幸运。我靠一首歌，我直接综艺首秀站在这个舞台上了，完全感慨。是的，为自己鼓个掌吧。来，你行。哦，梁远老师终于说话，我特别期待他。情绪收一下啊，情绪收一下啊。是的，来了。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年纪写出这样的歌，我觉得两件事。第一，你有创作冲动，但是创作是需要不停练习的。第二，19岁这个年纪，每一个年少成名背后都有一种诅咒，就是后面都会不如年轻的时候。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我希望它是我音乐生涯中的开端。所以接下来磨练音乐技术，继续体察生活，把音乐创作当做你的一个出口，这是一件对你来说未来非常重要的事儿。刚才商老师说的那个话，他说这个歌已经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歌曲认知，它背后的道理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很多工业标准在这个歌上可能已经崩溃了，它能成功，我们很多在这个歌上的更多的投入会显得很荒唐，但是那些东西为什么要投入，其实是你要明白的。你在19岁可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很好，如果未来继续往下做，坚持下去，把音乐的工业标准提上来，能够成为一个特别好的 songwriter， 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你像我们年轻那会儿可能听过陈粒，就这样的 songwriter， 他们都是很小年纪开始唱，然后一点点唱起来，自己写歌自己唱的这样的音乐人。是的。然后你现在有一个这么好的起点，你可以去想一想这些音乐人的30岁在做什么，25岁在做什么，你会感觉到一个真正的投入创作的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去做的东西是什么。谢谢老师。哇塞，梁颖老师没有想象中那么犀利，好像。你问问马建涛老师。接下来各位老师要内部商议一下，在他们俩当中选择一位。你们背过去吧。你们背过去，他们内部商议完了举手投票啊。左边举手。右边的。OK， 好，确定完毕了，好，可以转身了。最终决定把这张 S 卡给到谁？最终经过商议，我们这个 S 卡是给。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有歌携手国民品牌东阳光耀，珍藏每一段心声。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郁可唯老师为我们抽取本期话题这张吧。好嘞。我当下最佳状态，最近比较满意的状态是每天都能匀出时间运动和放空。那希望这种身心平衡的节奏也能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最终决定把这张 S 卡给到谁？
最终经过商议，我们这个 S 卡是给小阿七。谢谢。快去拿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妈，晋级卡。不是晋级卡，知道。主动选择合作对象。哎，说说你的想法，想跟哪位老师合作一下？保密吧。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点想法，想要去找某个老师去合作一首歌。好，没问题。那贤贤的具体合作对象，老师们后续会来进行一个具体商议。好，谢谢二位，谢谢老师们，谢谢。3个月的有歌训练营过去了2个月，节目也已过半。10位音乐人在舞台上赢得过掌声，也经历过挫折。这首歌在我看非常差。你这不就是有点欺负人了吗？简直是一个不规则的土块。这首歌是写给你的，你是我的鱼刺，元哥。曾突破自我，也仍面临瓶颈。这歌就这么播，你不嫌丢人吗？这歌太次。成长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场不断向内的追问。接下来，他们将直面自己的问题，用坦白局的真诚对话，开启更好的进化。卓权优等生哈，目前积分排名是第1名。哦，就是国风类的歌曲，单从这个收益上来讲，它是收益很小，而且就是说它的推广难度是极大的，所以我们通常不碰。小白啊，我们单论音乐而言，其实成绩并没有那么好。你怎么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歌曲还可以吧。你的段子属性、你的娱乐属性大于你唱歌的属性。接下来还要不要这样？我要啊！我为啥不要啊？我就这性格。凤瑶，没有人说你的音乐能力差，音乐现在不是你的短板，讲那个故事才是。我想说，我的初心还是那个样子，就是你现在让我去马上完完全全的变一个人的性格，我觉得我太刻意了。你得变。你现在有的是音乐作品，音乐作品就被很多人所认可了。那你现在欠缺的你是音乐人格，所以我觉得这不矛盾。但是现在确实，你在音乐人格这一点上需要发点力。是。高瑞，你现在在我看，其实你的性格里面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的。哎呀，其实我不是说妥协，也不是说就是那种真的没性格。往出走，如果你还回到 Love and Peace 状态，我觉得3年后就没你了。弟弟，从我的角度看，你可能离一个我们说合格的音乐人还有些距离。那肯定。当然，你并没有完成歌曲的破圈这个任务，我觉得这就是问题。又来了，哎。从数据，从最后的呈现来讲，你到这个舞台上可能并没有收获更多的东西，这一点已经是足以让你反思的了。我其实不吝对 Tallberry 的作品各种各样的这种表扬，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非常优秀的流行音乐，但是我就怕它飘。你能多说点吗？你每次都不评价我。我希望你开放地看待批评。当你真的放下架子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真正的你的音乐往前走，哪怕就是现在这个风格。不是，是这样的，梁老师，每个人他做出改变是需要勇气的。我希望你有这个勇气，对吧？这个勇气非常重要。我希望你有这个勇气，对吧？因为我也有这个勇气在台上说这些话。那肯定会尝试更好的自己吧。对。一个歌唱爱并不一定非得是去唱爱情，对，所以我觉得我对歌迷爱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但是我觉得以一个歌手的身份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理解的部分还是有点过度的狭隘，因为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爱都有打动人的一个共同的特质，因为我想不管是你的歌迷，或是说其他的路人们，其实都会有共情的，应该是要朝着我可以感动我的歌迷，但我也可以感动那些有共同经历的其他人。我觉得这2年3年，我们可能真的已经有点熬不住了，熬不住，就会妥协，会开始去想，怎么去写一段能够大家听1遍或者听2遍就能够
记住的。也就现在你们呈现出来的东西，跟你们想要追求的，它的割裂感很强。所以大家要不要再重新盘一下你们的东西？只要你们能够从中看到讯息，这就是价值。重要的是后一步会怎么做。刚才他们的建议其实是更多的是让我们放手一搏。我觉得之后我们在这个节目真的不能再去想这么多，要找一找我们最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为什么会坚持我们到现在的那股劲儿。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晰的给了我一些建议的，比如说接下来我应该在未来的音乐中主要的去着重在哪一方面去使劲儿。所以说我的初心还是要在音乐的方面上去多多发展，就算以后没有对话，没有这些卡段，我也依然会唱好属于我自己的歌曲。经过发起人张信哲和巡歌官谭维维排兵布阵，新一轮的搭档已经匹配完成。然后马建涛呢？我想了很久。我偷偷告诉你是谁哇，好炸裂！交给我。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是刘凤瑶。从小考环节的锤炼到竞技舞台的正面交锋，我们见证了音乐人们的突破与蜕变。此刻，新一轮的自我审视与舞台挑战即将开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卫视大型音乐竞演节目《有歌》第2季。本节目由东阳光耀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沈涛。特别感谢东阳光耀在这一季的温暖同行，为每个平凡的日子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耀和有歌一起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在这场真挚的音乐对话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有歌第2季发起人张信哲，以及本期的各位助阵嘉宾郁可唯、陆卓、何浩南、王一恒、周震南、贤子。在本场竞演正式开始之前，有请刘恋和房东的猫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马年新春祝福曲《送我一匹小马》。好歌正开场，好油护健康。金龙鱼1比1比1，全球销量第1，营养均衡就吃1比1比1，精彩马上登场。你的心好大，又辽阔又复杂，我走累了，能否送我一匹小马？载着梦出发，穿过胸口风沙，走累了就躺下，在你怀中开出晚霞。我试图窥探你的心，却怕惊扰了你的梦境，慢慢走进狂风暴雨。我停泊在你的掌心，一枚指纹就是座岛屿，西龙潮汐擦亮繁星，摊开的你蔓延出了大地，请让我探索你。
好吗？载着梦出发，穿过胸口风沙，走累了就躺下，在你怀中开出晚霞。明天马儿带我去哪？谢谢刘恋，谢谢房东的猫。这是一首非常适合的在新年时期播放给大家的一首祝福歌曲。听完之后，我现在觉得自己身上都暖洋洋的。我们请3位聊一聊这次合作的具体感受吧。这首歌写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想象的声音就是小黑的声音，真的啊？就觉得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干净美妙的一个女生，然后去唱这样的一首。有小小去向外探索的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我们俩就是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两个诠释《恋恋》这首歌。因为我会觉得他的声音里面会那个冷感会更加明显一些，我的可能是暖一点点。就是然后我们两个合在一起就会觉得，哎，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现在正是我们马年春节的过年期间哈，有什么新年祝福想送给大家的？那我就希望能够送大家一匹小马，然后也送自己送我一匹小马，希望我们永远对这个世界怀有好奇。谢谢刘恋。房猫的新年祝福呢？因为马是我非常喜欢的动物，然后我觉得马它身上有一些平静，但是又非常踏实的往前慢慢迈步的感觉。所以希望大家的新年就是既有新鲜的事情发生，然后又有一匹这样非常踏实的小马载着你的过往一路往前。恭喜大家已经收到2匹小马了。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自己的天地里自由自在，然后去尽情探索任何你想做的。希望我们都自由。谢谢3位的新年祝福。接下来请3位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将会迎来今天的第一个竞演舞台。有请音乐人刘凤瑶、助阵嘉宾萧敬腾带来新歌《认可》。好久不见。我们得有很久啊，好久没见，10年有了。那会儿我是刚发专辑。我跟凤瑶认识太久了，她其实就晚我一点点出道，然后我们曾经还签在同一个公司里面。我觉得可能她也是因为帮人家写歌做制作做的比较多，所以她比较沉稳，但是她还是对舞台还是很有向往，所以很开心的可以看到他还在为自己努力啊，在为音乐坚持啊，然后他的作品其实是相当不错。我是真的看作品的，就撇开所有我跟你认识这么长一段时间，这个作品真的是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好，谢谢哥。这次选择的歌曲叫做《认可》，我觉得也该到变一变舞台的状态了去唱一首安静一点的歌曲。我其实这首歌里面写的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他们有时候在台上说：“哎，你怎么就不反驳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我没这样的能力。首先我也想去，我也特别理解，我也没有，我也没办法。对，你一定要去吸收老师们说的一些重点啊。对，我属于站在舞台上面的人，我们比较相似。那老师他们比较属于是幕后人员，他们无法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想吧，总会觉得说我们的问题啊，没有一个记忆点，或者是没有一个独特性，没有人格特质，但往往这个都是
那都是最难的，都是最难的。哎呀，谁不想呢？对不对？是谁不想？谁没有在这上面努力过？对，所以还是一样，有做有机会，没做没有。做了，然后呢，等待缘分，等待缘分。非常非常的开心，可以跟算是我尊重敬仰的一位音乐家啊，萧敬腾，一切都好像刚刚好。那就像这首《认可》一样，希望歌曲大家听完之后会有一个对我的一种认可吧。今年冬天温差大，家里一直嘱咐我要保重身体。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都增强了，长辈们一入冬就给家里安排常备药箱，查漏补缺，图个安心。说到安心，我们的冠名商东阳光药一直专注钻研如何让亿万家庭的健康药箱更踏实靠谱，让大家更安心。就像我们唱歌，幕后编曲和声老师虽然不露面，但没有他们拖着，台前的光彩就得减3分。东阳光药就像是专业的健康幕后，不追求抢眼，但在关键处总能给普通人的日子托底。其实年味的真谛是心底踏实，身边热闹的感觉，而这离不开健康的支撑。正是有在健康根基上默默生根的东阳光药，才给我们带来无声的新年祝福。也祝屏幕前的大家来年安康有依，阖家团圆有味。拜托，别说话太重，也太容易感动，搞得我常常自重，把冷落当自控。难过，从我这告一段落，定格你所有的不快乐，干脆做回朋友，也算有始有终。今后还是要相信爱会天长地久，至于我下翻脸，就可别跟着掺和。如果某天电话另一头只剩沉默，失落也是一种认可。Lonely, maybe you're right。 我想着想着，怎么哭了起来 ？Fine, fine, fine, maybe you're right。 别真的离开，再也没有回来。 难舍又难得，也没难到别具一格。能回到从前，甚至我还会这样做。笑过、闹过，都算是爱过，就差不多。值了，还提什么认可？ Maybe you're right。 想着想着，怎么哭了起来 ？Fine, fine, fine, maybe you're right。 你真的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勇敢把你的爱读完。 只可能对着下一段，遗憾也不遗憾，就各自分摊。上半留给了思念，下半为思念买单，再回不来。
谢谢2位的合作演唱。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按下1号键，请选择。选择结束，听听大家对你们这首歌的感受。我是第一次这么直观的看凤瑶的作品啊，就是这首歌让我觉得确实有点不一样。它的副歌有点让我想到那个复古的以前的带点老爵士流行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种比较朗朗上口的副歌的设计段落里面，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刻印了一些自己的风格的印记在里面。对，是一个在旋律方面我觉得值得推敲的。不是比较简单粗暴的，虽然歌词还是比较直接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歌很好听，对，很耐听。谢谢向老师。还是那句话，说到情歌呀，你看观众都知道主持人的下半句是什么。先打一剂这个预防针，就是我觉得任老师，你不要再说这个歌有没有市场。如果我们去看欧美的流行市场的话，其实他们有所谓的成人榜。我觉得凤瑶在成人榜上面绝对是霸王，对他每一首歌绝对都可以妥妥的抓住这个我们这种老男人的心。然后，谢谢哲哥。这样老萧他的声音真的，我之前大家可能都听惯他的摇滚，其实我觉得他来唱情歌那个才是真的必杀技，好吗？好了，预防针打完了，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哲哥。我先说哈，我没有投票。哲哥刚刚说的那个细分市场啊，我是非常认可的。但是我的一个视角呢，就是其实是出于这首歌能不能够给凤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曝光量，啊，能不能有一个代表作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啊？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再一个就是说，这首歌其实模糊了我对凤瑶的一直以来的一个标签的一个定位。今天这首歌它非常细腻，不是说不能击中人的内心啊，就是它是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标签，所以保留我的意见。谢谢老师，谢谢。到我了，我可能话说的比较重啊。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油。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东西是万金油，一个方法它可以抹在很多地方，这个叫万金油。其实我觉得你唱歌也是这样，发音方式、咬字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在什么歌里都是一样的。当你用一种方法去唱所有歌的时候，然后你的表达还没有那么的到位，没有形成自己的个人特色的时候，这个油就会变成油腻，就会遭人反感。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老萧的演唱跟你的演唱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你感动了，你唱出来还是用以前的方法，你打动不了别人，所以这个歌在我来看是不合格的。梁老师，我不同意啊！梁老师，我不同意啊！哎，我不觉得他油哎。对啊，你觉得他怎么样？演绎的这个技巧上来说，在我看来，凤瑶她是略显笨拙，但她应该不是油。所以说，那个尚老师，我一上来先解释什么是油。我的眼里的油是他用一种方法处理所有的作品，那不就是没经验吗？这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对他来说其实就是唱歌唱油了，我都用这种习惯去唱，我是这个油。你说他只用一种方式唱所有的歌，那有没有可能因为他只会这一种方式，那你倒教他别的方式了？我教不了，我不是声乐老师。对，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应该往前走的路。油是什么？在我看来，油是我什么都用这一种方式唱，且我很嘚瑟。他叫刘凤瑶，他能唱成梁园吗？他唱不成啊。对呀，那你非得让他唱成你别的样，你不是逼人家呢吗？对吧？那我就喜欢这个舞台，我就喜欢这首歌，怎么着？我就觉得你说的不对。凤瑶哥，你说一句，你说一句，你不认可？对，你自己说一下，你觉得你油吗？勇敢一点。对，不要人家说你油，你就点头，哎，有道理。我其实
没有讲油的话，我跟他俩，我觉得我肯定比他油，因为我一直是用一贯的方式，而且是很大管的方式。他也不敢说你，他就说那个不是不喊。老肖，如果这个方式能让别人记住或者认可，这就是个人特色。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成为不了一个很深的记忆点，这个东西就会被人不喜欢。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这个，但是今天这个话，我觉得元儿哥有点对我来讲啊，有点重了，我挺不爽的。就是来，我特别期待你不爽，咱俩好好聊聊。如果说从唱法上来讲，你应该很清楚，其实我写了很多的歌曲，给很多的歌手们去做配唱，在从中其实我也在吸收每一位老师的好，所以可能会让我有了这样的唱法，因为我觉得一个歌手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辨识度的时候，要如何去找到一种唱法？如果我只是靠我的声音的话，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歌曲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它并不代表所谓的这个油，我更想把这首情歌表达得更好，但是换来了你觉得油，包括天宇，我觉得你说这个歌曲市场，你也保证不了你做的某一首歌曲一定会在市场里会怎么样。我的之前有一些所谓在平台的数据还不错的这些歌曲里面，没有一首歌是像你们这样的人说这个歌好，能推得出来的，没有。我希望老师们能给我更多的建议，是在于音乐上、舞台上。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可能参与的音乐工作，我写过的这些歌曲，比你们多很多呀，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现实问题，这是现实问题。我已经忍了4期了，所有人都让我怼回去，但是我知道我们私下是朋友，我想用一种体面的方式去跟你们交流。小白可以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这是他的能力，我的能力就只有这些了。用我自己的心去写歌，我想说有的时候我抓不到你们的逻辑，我脑子会空白，元哥、天宇，我会空白，所以不代表我没有脾气。我这样，凤瑶。不是元哥，我真的，我现在在舞台上强调一下，不是我没有脾气，我入行也很多年了，咱也没有激怒你的意思，没有激怒或者激怒你。今天这个油让我非常不开心。舞台上的我融合传统与流行，生活中的我讲究营养与均衡。厨房里，我选择金龙鱼1:1:1调和油，它打破单一油种的局限，就像我打破曲风边界。金龙鱼1:1:1，用8种好油科学配比，调出营养均衡的黄金比例，反式脂肪减到0。音乐无界融合才惊艳，生活百味调和才鲜活。今年送礼，我准备了金龙鱼1:1:1，营养均衡就吃1:1:1。金龙鱼1:1:1，全球销量第1。你今天这个油让我非常不开心。没问题，凤瑶，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啊，至少是我这个位置啊，我不关心各位开心不开心。所有的中国歌手只不爱听2个评价，一个叫土，一个叫油，这是到头的评价，对吗？说咱俩呢，一个土一个油。但是这是我们在听老百姓大众的时候最常见的2个评价。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说这个话是因为可能邵文杰看了你一个舞台，我看你舞台超过10个了。我觉得笨拙我非常能接受，完全没问题，因为可能是一种实在。对，我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唱，但是我想跟你说，油不一样。我在我的角度做评论的时候，永远不会说一个音乐人土和油，但是我在这个场合，我可能需要代表一些人的音乐的审美表达，
所以我会用到这个词。这个词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好吗？就像我可能说过邓家欣是产品，这个词也不是冒犯他，是我们在这个语境里面，我们需要用到一些词去快速的找到一种特点，然后交流的一种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希望你能理解。明白。我其实今天的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当然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讲呢？我想想，我真的说话不是特别会说，因为我还在跟我的团队在聊，我说这一次评审团的几个老师要怎么说我，因为今天站在我身边的是萧敬腾，我心里的一个音乐标杆，我希望能在他面前表现得好一点，所以今天我极度的紧张，但是没办法，我又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结果，所以敬腾哥真的是没事，我个人觉得我们表演这首歌非常的好，至少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相当投入的，从我们私下在对昨天的彩排到今天正式演出演完了，我都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好的歌。我就连刚刚唱完，我都还在哼这个旋律，我好喜欢。对，凤瑶，我有一句话，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你更能接受。我觉得当一个人面对一个词评价你的业务，这个词能够让你如此的敏感，有可能这是你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面对业务的讨论，任何的词都应该是能够被正向吸收过来的。这个词不应该给你造成那么大的刺激。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你需要去研究的。老师，我们会虚心接受的，谢谢。来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现场多少的共鸣值。这首歌获得的现场共鸣值是152。152，好低呀！行业团的票数相对较少。谢谢大家。把掌声送给刘凤瑶和老肖，谢谢二位。我还注意到本期节目播出前几天啊，我们的新生音乐人和助阵嘉宾们呢，还在微博玩起了互动啊。新生音乐人们啊，去了助阵嘉宾的电子马场串门，还各自打 call 送出了马力值。哎呦，真的是太会玩了！现在上微博参与春晚大赏话题讨论，一起晒出马年新气象，还能养马、抢红包、马不停蹄，嗨翻春节。等一下，老师，我有个问题，你们投了吗？投票了。真的吗？啊，投票，连老师投票了。这歌我可太喜欢了。谢谢，我终于。但是我没有投票啊。为什么？火不了，这歌没戏。你们不能代表市场，您代表不了。你觉得你唱的好不好？只发挥了60左右，因为太紧张了。在这个舞台的表现肯定是立不住的。你要锐评我的话，我帮我挡挡，我躲你后面。这歌啊，我觉得歌名不应该叫搀扶，这歌我听下来像埋伏。成功的把这首歌从中国的敬老院带到了国际敬老院，谢谢。但是我真的不要你，因为我这个就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的被摧残。第3组坦白局，我们会请到的是陈卓璇、白小白和 Top Berry 3个人。这3个太逗了。来，有请小白、卓璇和 Top Berry。老师们好。谁先来？璇吧。那我先来。行，从哪儿谈起？卓璇
节目播出以来最高点赞量，抖音记忆点。让时间难过这纷纷你的从前。22.3万，最高收藏量记忆点在 QQ 音乐有15万加，然后评论量在 QQ 音乐有4万加，最低是化雪16.2万。为你下一首曲，一首交集，一首离别，其实执念我融化在你手指间。有15万加的收藏量，看起来也不错。优等生哈，目前积分排名是第1名，单期最高排名第2名是化雪，然后最低排名是第3名是记忆点。在节目的播出期，它的质搜指数最高达到1800万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卓璇他给了自己一个特别高的评价，他这个自我评估表里面有一个基于舞台表现和作品，你认为谁是本季的绝对实力者？除了你以外，没人写自己啊。是吗？啊，这绝对不谦虚。然后你说，在这个节目里面，你希望有一个代表作，对你而言，你觉得现在达到了吗？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把这个事情分析得很清楚，因为每一首我带到这个节目的歌，都是在我认为它可以成为一首，可能数据比较好的作品，或者是我认为质量很好的作品，我才会带来的。所以它的结果可能没有我在带来之前的想象中那么如意。但是这个可能跟市场，还有包括我自己当下的发挥和我当下的表达，都需要去提升有关系。而且也不一定它不会成为我的代表作，或许再过一段时间，过个几年，也有可能会成为的。我想说，我看到这些数据啊。记忆点 QQ 音乐15万加的收藏量，然后一个化雪也是 QQ 音乐15万加的收藏量，这个在我们行业内看的话，真的就啥也不是。这个话可能有点严重啊，但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化雪这首歌，就是我们在音乐公司啊，在这个23年到25年之间，其实我们比较抗拒的是这种歌，就是国风类的歌曲。单从这个收益上来讲，它的收益很小，而且就是说它的推广难度是极大的，所以我们通常不碰。但是我觉得这个化雪啊，就是因为这首歌是咱们第4期出来的，是吧？看这个问题不能光看它的收藏量嘛，毕竟现在给它发酵的一个时间也比较有限。还有个关键指标就是它的一个同时在听人数，这个也很重要哈。就是比如说咱们一首歌同时有1万人在听，那我认为这首歌也是成功的。你就看看呗，看看，对吧？2000人在听，现场版601和2000，这数据是啥也不是吗？基本也是啥也不是。对，我觉得是这样。就化雪这样的音乐有什么样的问题？它太难与人共情了，它服务的是一个小圈子。就刚才天宇说的，我不推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推？我的风险太大了。对，但是你自己有这么好的声线，你有这么高的这个情歌的表达能力，记忆点是个情歌，情歌一定比国风的歌走得好。它虽然这首歌可能在数据上按天宇的标准也啥也不是。但起码我们认为这条路可能是你真的走向代表作的一条正确之路。如果反复在国风这个区域折腾的话，你可能在这个区域得到一首真正的代表作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表哥，他跟什么样的歌是高度统一的？我不知道，还没有哈。我觉得他跟他的创作，就是那个被影子老师教英文的那个哈。对。歌词其实我除了 Stronger 一句没有听懂。那个东西好歹是统一的，但是我希望他有更多的创作。他是一个能写歌的人。是的，对，都知道。但是他的创作现在在我看，就是他没有一首能够真的把这个歌放到他身上的统一的歌曲。因为你知道现在单曲时代，唱片公司做歌，一首一首做歌，它其实没有整张的企划。我们当年说，比如说我们塑造文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张一张塑造出来的，包括老肖也是，都是一张一张塑造出来的。
一首一首怎么塑造出来的？今天记忆点，明天国风，后天是首英文歌，塑造不出来。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你和你的团队都要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他很有性格。你看小考的时候，黄子跟 Tiny Seven 在那儿插科打诨，他一句话，马上那俩人就开始干活了。对，他有这种气场，不会觉得一个双麻花辫的姑娘是那样一个人。你所有东西都不像我们展现你刚的一面，但你性格里最坚硬的那一面，特别可爱的那一面，你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就是在我的性格中，其实像刘烨老师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刚的这一面，或者是很有性格、很酷的这一面，是我的一面。但是我也有其他很多不同的面，比如说像记忆点里边的情歌里表现的破碎，这些东西都是在我的身体里的，只不过可能从观众的视角来能看到的更多的是我的野心，我的刚，这个可能是在节目中真人秀中比较容易被呈现的，但是可能生活中我的那些破碎的、脆弱的、敏感的小女孩的东西是不一定能在节目里看得到的，所以才会感受跟我这个人不是那么统一。但是我相信，我只要选择一些我自己认为跟我的情感情绪是统一的，跟我这个人，我一定是跟这个歌是有感触的。可能一段时间都需要这么做，你才能把你的人格塑造好。是的。就像哪儿凉快哪儿去，窝囊废不红，顺着下来可能会更好。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给所有创作人就有一个小建议，就是创作不要急，你不要急着说当下的结果是结果，绝对不是。我讲我自己的经验，我的王菲这首歌，它并不是在发行的时候红的，王菲是在发行2年还3年之后红的，而王菲这首歌红了之后，接下来红的是什么？是《海芋恋》。《海芋恋》是我第1张专辑，王菲专辑是第2张主专辑。那你看，就是隔好几年，一首歌红起来，最近今年又翻红了一首，怎么说我不爱你，是我都数不出来是什么时候的作品了。所以千万不要急，也不要被当下的数据跟反应、观众的反馈去影响，因为很多时候作品它是匹配生活的，它是匹配听歌者的现状的，但是不做就没有，所以不能停止创作，这是给你们的小建议。谢谢肖老师。下一个就聊聊小白。你说话。小白啊，要不别人说，不是，我看你们翻本儿，然后翻得把你的那个坦白书找到嘛。没有，哎呀，小白，那我开始了。来吧，老师。小白的最高点赞量之未来的你我，抖音单条点赞量有79.5万，然后收藏量有1.7万，评论量有2.1万，然后单期的这个最高排名丛林法则还是很高的排名第2。总体来讲评价还是很高的。然后，你和我贡献了这个节目超多的热度，但是我想跟你讲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儿。好，我们单论音乐而言，其实成绩并没有那么好。你怎么看这件事儿？我搁手机也老看。发愁吗？发愁吗？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都成你怼粉，不是音乐粉，发愁吗？这个没想到啊，这个实话实说，对。我觉得这个歌曲还可以吧，这么推还就不错了。不如卓璇。不如卓璇吗？啊，是吗？说明我的宣传团队更厉害一些。哼，我那公司咋推的？我得找他去。这样，小白，我觉得我们要
这既然是个叫坦白局的局，对吧？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对，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你要想这么一件事情，你在抖音上有多少流量？这回你涨了多少粉？这个涨粉儿那个是跟歌没关系，你发歌他那个推流他不对。对，就这些人他通过这件事知道了你涨了100多万粉丝，他没有转化成你的歌的收听量。我涨那粉丝他不听歌，他上这个节目就看怼完就走了。这个网上都说了，我涨100多万粉丝，涨各行各业的这个收细胞。对，他喜欢你这个人，那就不对，整歪了，整偏了。我想说的是。你的段子属性、你的娱乐属性大于你唱歌的属性，接下来还要不要这样？我要啊，我为啥不要啊？继续这性格啊，继续。比如说，我们把娱乐放在第一位，不说话了，完就唱。不，我是在问你问题，就是比如我们未来还是要投入娱乐这件事情，还是比如说我们主要去做音乐，去塑造你整体的音乐人格？因为在我看，比如说白小白，你出了这么多单曲。你没有一张专辑，我没有啊。对他没有，200多个单曲，没有一张专辑。200多个单曲，我有，完那个版权给别的公司了，在网易那边。哦，有几张？就一张啊，就一张专辑。在我看，专辑是一个可以塑造一个人音乐人格的东西，它需要企划，它需要整体性的规划。哦，但是你大量的东西都是单曲，对吧？你这个您跟卓璇说的差不多嘛，就是我们现在基本都出单曲。对。但是我出挺多那个 EP。他刚才也这么说你的，你忘了呀？但是卓璇有自己的创作 EP， 你没有。创作。对，咱们就别插科打诨了。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从你的角度来看。第一呢，就是现在歌真不好推，说好几遍了都啊。第二就是我这公司好像推没推我也不知道啊，也推了啊，推了，对，反正推歌嘛，现在那个天宇哥也知道，就是冲啊，冲，然后转化不好，收入不好啊，就不冲了。现在就这个模式嘛，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节目对我本身推歌的这个助力是挺大的。最起码我站在台上，我跟哲哥合作过哈，我跟这个好多艺人都合作。那都已经跟这么多人合唱过了，对吧？然后也推了，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那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那就没办法了。你像老肖老师说过是吧？就可以这么称呼吗？是吧？他说过，就是歌曲它不一定是发完了它就火，可能过2年再火，它不一定。歌曲有歌曲的命运和宿命，我是相信命运，相信缘分的。是不是？是。OK。啊，我非常赞赏他的一点就是，就这个人啊，你不管怎么样，对吧？你觉得他是音乐出圈也好，他说话出圈也好，这个人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一种自洽感。他非常自洽。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啊，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能够做到如此自洽，这是个成功人士。没有。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这事儿是这样的，小白，因为在今天你作为一个能整顿职场的、很幽默的人，这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下一个形象，我认为应该是一个音乐形象。就是踏踏实实的从这边走出去是一个音乐形象，这个是我觉得我对你的一个期望。可以，我加油，我努力。我想表达的是，两者并不冲突，不需要说什么为了传递你的作品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千万不用。如果你的性格很多人很喜欢，那也是一种推广啊。对啊，他们慢慢会听到你的作品。如果是作品大过于人格的话，一样，你的作品先感动别人，再用你的作品的机会，比如说来到友歌的舞台，让大家看到你的性格，这也很好啊。这俩其实我都有，对，不冲突的。一点。你说像李健哥也是一样，他也是段子手，但他的作品跟他性格是不影响的。好吧，就这样吧。还有最后一位 ，Tom Berry。Tom Berry 的最高点赞量在抖音有169.2万，非常高，收藏量11.9万，评论量抖音有1.4万。然后这个本人的账号的一半一半的
这个点赞量66.3万，收藏量2.4万，评论量有7003，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谢谢。我其实不吝对 Talberry 的作品各种各样的这种表扬，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非常优秀的流行音乐，但是我就怕它飘。你能多说点吗？你每次都不评价我，我希望得到你更多的谩骂，不是，更多的剖析。剖析？嗯。哦。剖析你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就等你想听你讲呢，因为可能我自己就是这样啊，就是 Talberry 这个人，他作为一个音乐人，他的短板是他的长相。这下满意了，这下满意了，这下满意了。我要用你刚刚跟马老师说的那个话了，你得给我道歉。我们谈论的都是音乐，我们从来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吧？哎，对。我们在这个讨论演绎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个艺人的外形，是我们讨论他工作内涵的一部分。刚刚他不是这么说的，你看。这才19岁就攻击人家的外貌。你知道，就是我上网看他的恶评，没有说他恶评在音乐上的。对，你就想，你要梁老师评价的是你的音乐，人家直接只能说你的外表，就说明你音乐很好呀，是吧？没什么可批评的了，还要怎么样嘛？我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你说这个话。所以我就觉得，对他而言，我觉得音乐确实一个，你就做下去就行了。我自己觉得，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道，发了这么几首简单的单曲，就能有这么高的播放量。等你第一次摔跟头以后，我们再说，再去看音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确实，比如说客观的说，我觉得多写多去创作，好的，就 OK 了。没有什么特别好剖析的，剖析这些成功的东西没有意义。行，谢谢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唱 hip hop 的，然后也可以做流行音乐的这么一个年轻歌手，一直保持着街头的态度，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不错啊，我有时候还是挺羡慕年轻人的这种还比较随性自我的一种状态。没有，其实我一直想这样站直的，但是我的上半身太重了，我下半身承受不了，就是上半身的重量，我就只能这样这个承受。对啊，但我觉得挺好的。像我们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但现在就能够包容，能够接受。可能如果几年前，老师会教你，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人家都好好的，你怎么可以怎么就会有各种规范。但是现在自从那个嘻哈出来之后 ，real 出来了之后，大家就不 real 不行了，就所有人都要表现一个他现状的一种姿态啊。但其实我还是建议，不是所有人的 real 都能够被大家喜欢。老肖，我给你来特 real 的，你感受感受。老肖和尚雯婕是土哥们儿吗？尚雯婕老师的歌我没怎么听过，然后萧敬腾老师的《王菲》不土。对，土哥们儿。对，他在选秀的舞台上对着那些说唱的 OG。报道的是谁？11组大魔王里面有9个都是土哥们儿。土哥们儿，今天先打个土哥们儿玩玩。他们那是说唱节目。但是老师这个这个不是一个情况，不是一个情况。我真的很羡慕，我必须说我很羡慕，我绝对说不出这种话的，我没办法。即便我真的有那种感受，我也不会说出来。但是我没有说你这样是错的，你的真实受到很多人的喜欢。但是我必须讲，不是每一个人这么做，他都有一样的效果。哥，我真的没有考虑什么效果。我知道，我没有说你考虑效果，我只是担心未来你的真实会受到伤害。因为我的真实已经受到过伤害了，但是我说话的方式，或者我站的方式，我听人讲话的方式，刚开始来有歌的时候，我第一个舞台，我上一次来这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袁哥跟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攻击性？你怎么这么乖啊？”我当时就是按您说的这样。老师你好，我说怎么回事？他直接来了一个，你怎么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啊？你现在这是一个真人秀，你要来我们这舞台，你要拿出你平时的样子。我说好吧，
不要被带坏，不要被带坏了。我发现那个梁老师特别容易制造陷阱。对，然后但是真的就是大是大非，什么正式的场合，什么场合该严肃，什么场合该好好说话，好好干，这个我是能分清的，只是太熟悉了，真的。对了，这个场合还相对放松一点。对，可以的。他们现在几个人状态其实都挺好的，就挺真实的，是他们当下应该有的状态，也很自洽。超自洽。对你这几位跟他都超自洽说年龄，你也不能跟他说年龄，你只能跟他说外表。你跟他说外表，他也完全没有被冒犯。我照了19年镜子了，我自己心里清楚。自洽其实也自洽了10几年了，这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感觉到被冒犯一丁点儿，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非常的，对 love and peace。那被冒犯也没招啊，那被冒犯也整不了容啊。你怀着愉快的心情结束今天的一天吧。好吧是的，是的。好，那就这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刚才几个全是拧巴，对，非常苦大仇深。这3个只剩自洽了。对。他完全接受自己，完全接受自己，对。